上周，也就是6月15号，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独家报道。这篇报道里讲到去年4月份，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访华，习近平在跟他进行闭门会议的时候，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习近平说什么呢？他说：“美国现在正在诱骗中国打台湾呢，而中国是不会上这个当的啊。”习近平还给冯德莱恩解释了理由，他说：“如果要是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会让中国承受非常大的损失。”而这个呢，跟他要实现2049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这个目标相冲突。这篇报道里头还讲到习近平不仅仅跟冯德莱恩讲了这件事情他还跟他自己很多手下人讲了这个决定那后来呢，有些人就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了《金融时报》的记者。与此同时，今年1月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到美国参加一个亚洲智库的论坛的时候呢，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We will achieve reunification, one way or another. But we certainly want to do that in a way that will best serve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 including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e will not fall into the trap somebody may be preparing for us, that they will supply military assistance, they will supply weapons for a proxy war.And Chinese will be killing Chinese. 你瞧瞧，这两个信息对在一起了给人感觉好像这个报道是特别的有说服力。那假如说这篇报道要是真实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那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台海两岸应该说是兵凶战危大陆应该是步步进逼但是呢，如果要是这篇报道是真的话，那就说明实际上大陆实际上是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是吧？他就不敢打，他虚张声势搞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大家就没有必要对整个台海的形势那么紧张了，对不对？但要我说这篇报道应该说基本可以说是个假报道。今天大家就来听我来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冯德莱恩去年4月份访华的行程以及双方的外交公报。去年4月5号，冯德莱恩访华他当天上午呢是见了李强。听说你好多年没来中国了，希望这次能够给你留下更深的印象。跟李强进行了会谈谈的内容主要是涉及到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的问题，贸易不平衡嘛，是吧？还有一些关于敏感技术的转让问题等等中午的时候呢，跟李强搞了一个工作午餐。下午的时候冯德莱恩跟法国总理马克龙一起会见了习近平，三方会谈。欢迎总统先生同主席女士Our meeting today is also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frank and constructive dialogu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today have extensive and complex relations. 三方会谈之后呢，冯德莱恩呢又跟习近平进行了双边会谈。那么他实际上这篇报道里讲的冯德莱恩跟习近平的讲话，就是这个双边会谈的内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双边会谈双方都有外交公报。中方的外交公报在中国的外交部网站上都有的。那么在这篇外交公报里头呢，涉及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是这么讲的，说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间的核心，谁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跟中国人民绝不答应。谁要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冯德莱恩重申，欧盟无意改变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王毅、秦刚还参加了会晤这个是中方的外交公报里的内容应该说这个外交公报比较符合我们看到的中方的常规的这么一个路线。因为中国现在面对一些主要国家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尤其是国家元首常规上来讲都会重申中国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这个一贯立场应该说是这么多年来没有变过。这些外交公报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在外交公报之外有没有双方的谈话的内容呢？一般会有的，但多数情况下不太可能会出现
私下谈话的内容跟外交公报的内容截然相反的。因为你要知道啊，外交公报你要讲，对方也要讲的。对方如果要说出来的外交公报跟你这个外交公报的内容相冲突，那不就丢脸了吗？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金融时报》里所说的内容跟中方的外交公报里的内容应该说是截然相反。那个里头讲的是美国诱骗中国打台湾，中国不会去上钩的，是吧？给人感觉习近平怂了嘛，不敢打台湾嘛。但是你看中方的外交公报里头讲到了，谁要敢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答应。谁要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家对这套言论啊，或者说言辞啊，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几乎每一个中方领导人啊，跟外方会谈的时候都会讲这套说辞，应该说这个立场是一贯的啊。这是中方的外交公报。我们也查了一下啊，冯德莱恩啊，欧盟啊，外交部啊那网站上他们的外交公报啊，这个外交公报里头啊，就根本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也就是说，欧盟关心的问题跟中方关心的问题啊是不太一致的。他们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比如双方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比如说乌克兰的问题，比如说人权问题啊，就这些问题，这是欧方关心的。所以你在欧方的这个外交公报里头，你看到的是这些内容，你看不到这个《金融时报》报道的内容，这是第一个方面啊。We also count on China not to provide any military equipm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Russia, because we all know arming the aggressor would be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 would significantly harm our relationship. I expressed our deep concerns about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is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se issues, and I therefore welcome that we have already resumed the EU-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At the same time, our trade relationship is increasingly imbalanced. And we discussed that because this trajectory is not sustainable and the underlying structural issues. 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觉得这段话本身它也不合逻辑。为什么不合逻辑呢？因为这段话里头讲到了啊，如果要是跟美国发生冲突的话，会妨碍这个中华民族2049年的伟大复兴。但是大家如果要是熟悉习近平的他的那一套理论的话，大家都知道啊，习近平所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它其实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水平，第二个条件就是祖国的完整统一。这是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说中国认为跟美国打仗就妨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话，那么如果你要是不跟台湾统一的话，你怎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那显然现在你这个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那你意味着也就不能统一台湾了。那你不能统一台湾的话，那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从何谈起呢？所以就单看《金融时报》的报道本身来讲，这里面的习近平的讲话也不符合逻辑，不符合过去习近平一贯陈述的内容的内在逻辑，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崔天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的那个亚洲智库上啊，他的确发表了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讲话啊。这个讲话呢，原文我们也找到了啊。我觉得崔天凯啊，他退休以后参加这种智库讲话倒没有问题啊。但是崔天凯的讲话，首先是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中国的官方讲话。But I have to say, everything I'm going to say is my personal views. I'm retired. I'm not speaking on behalf of any government agency or any institution. 因为啊，他虽然是前驻美大使，但他一退休之后，说句心里话，他也就没有渠道获得中国的核心的政府部门的通报，也包括精神讲话了。你要说习近平通过崔天凯来放话，那在我看来完全不可能。我过去在国内做节目的时候，也经常跟这些退任的大使一起做节目，比如说有一些前驻法大使啊，吴建民，那我们也经常一起做节目。吴建民做节目的时候反复就讲，他说我讲话只代表我自己啊，我不代表中国的政府官方立场啊。那什么意思？就他没有权利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而崔天凯的这段讲话本身，我觉得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其实也有意思。We will achieve reunification, one way or another. But
we certainly want to do that in a way that will best serve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 including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e will certainly do it in a way that will serve the larger interests of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eace.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o see a situation where Chinese are killing Chinese. That's not our way of doing things. We have a long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We have the Asian wisdom. We have the Chinese ways of doing things. We will not fall into the trap. 我个人觉得，崔天凯的这段话实际上也没有超出中国政府过去在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大家可以翻一翻，王沪宁也包括习近平类似的话讲没讲过？讲过很多次啊。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这话都讲过啊。那这里头唯一的就是说 Somebody may be preparing for us that they will supply military assistance, they will supply weapons for a proxy war, and Chinese will be killing Chinese. We will not fall into that trap. 那在我看来啊，这其实是崔天凯啊他本身的自我看法。这个话呢，确实中国政府过去没有讲过啊。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分析啊。第四个方面，我觉得啊，其实这一段表述所得出的结论，跟近一段时期内台海双方的这样的事态也不符合。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共啊，最近几年啊，在整军备武啊，一方面这个军费开支在持续的增长，同时呢，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或者是建造现代化的武器，比如歼20，每个月拼命的在修建，一年好像据说现在100-200架在下线啊。然后呢，那海军就更不用说了啊，第3艘航母已经下水了，第4艘航母应该说已经呼之欲出了。055的万吨大驱到2030年的时候要有16艘，整个这个水面舰艇啊的数量啊，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啊，虽然说跟美国没法抗衡啊，但是是除了美国之外的全球第2大海军。你要知道，无论是现在的空军和海军都非常烧钱呐。就那些航母，你别说建造航母了，就是一艘航母的维持费用，你要是给某些国家，比如说菲律宾，它可能都破产了。你要知道，维持这些整个庞大的军舰、空军这样的一支舰只队伍啊，是非常非常耗钱的。那中共搞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在我看来，首要的目标就是为了收回台湾。你以为他是玩呢？他搞这么多军舰，对不对？每天跟下饺子一样的，不停的在修建军舰，不停的在建造飞机，花那么多钱。他的目的非常清晰，就是为了将来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啊，给自己下本儿，付出的本钱。那如果要是习近平认为我暂时不敢跟美国人打，我不敢跟美国人发生冲突，那我搞这些军舰干什么？我花这些钱建这些飞机干什么？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其实啊，这是不太符合常理的。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期，不光是建军舰了，中国大陆啊，其实对台湾在军事上实际上是步步压迫啊，步步紧逼啊。赖清德刚一上任，马上第2天环台湾岛的军演就开始搞了。前几天094的核潜艇在台湾海峡上浮，让澎湖的渔民都拍到了啊。紧接着就在前天，大陆又有几十架飞机啊，也包括舰艇啊，那越过台海中线，大摇大摆的就几乎要穿到了台湾的12海里的这样的一个领海线。那么这些因素，那都是每天在发生啊。那么这些每天发生的事情，都给台湾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军事压力。那你说，如果习近平认为他不敢跟美国人发生冲突，那他搞这些东西都是假象吗？那我觉得这其实啊也不符合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常理啊。这是第4个方面。第5个方面我就要讲了，实际上这件事情我还是有一些线报的啊，就是这个新闻，《金融时报》他自己讲到了，他消息来自于美国，并不是来自于欧盟。事后呢，好像欧盟也回应说，他说我们没有把这场会谈的这个内部讲话透露出去，言下之意，这话不是我们讲的。
美国呢只回复了一句 bogus for one. There's absolutely no truth to it. I can't get into Mr. Xi's head and figure out who's giving him his talking points or where it's coming from. It's just not true. It's certainly not accurate. We have made clear, including directly to senior member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our One China policy has not changed. It will not change, and we continue to urge calm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但是大家都没对这个报道的真实性有过确认。但是呢，我确认了一下，大家也都知道啊，在外交部我还是有一些线人和线报的啊。你这样纠缠有意思吗？那么我接到的线报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金融时报》对当时这场会谈过程中间习近平的表述进行了歪曲。我给大家讲一下我接到的信息是什么？就习近平当时在冯德莱恩讲话的过程中间，主要讲了2点。因为当时有个背景，我要补充一下，正是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所以当时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讲了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他说这个维持现状这个定义中方是不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现在台湾就在破坏现状。什么叫破坏现状呢？因为台独本身就是在破坏现状，它并不是在维持现状，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他说现在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唯恐天下不乱，是吧？炒作战争风险，目的是为了转移中方的视线，妨碍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是佩洛西访台中方搞的这个军演实际上是回应，但是中国不会陷入到不合理的危险之中。但是认为这是中方妥协，那是错误的。中方将会斗争到底，而且中方呢，实际上早已经把这个意思多次向美国表达过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表述是不是更符合中方的外交逻辑，是不是更符合中方一贯的外交政策？而《金融时报》的那个表述是不是不太符合常理？当然了，我为了这个保护线人我就不讲我这个外交部的这个信息来源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就这段表述更符合我对中共对台立场的一贯认知。这是我要讲的第5个方面第6个方面我要讲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台海问题实际上也是风起云涌我观察到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中国大陆现在正在逐渐的把这种主权问题内政化。这个你可以从2个方面可以看出来。大家都知道，也就是上个星期中国和菲律宾呢在南海的仁爱礁又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事情的起因呢，就是仁爱礁上那艘菲律宾的那个登陆艇嘛，登陆艇要补给双方一直围绕这个补给舰呢争持了好几年。这一次呢，菲律宾是派了6艘补给艇，还派了自己的军人去押送结果中方的海警上去之后呢，双方发生了冲突。中国的海警部队不能说部队海警拿着斧头，最后呢把那菲律宾那几个特种兵都给俘虏了，还缴获了8支步枪。那么呢，这件事情菲律宾后来事后呢，有人受伤有一个士兵的手指头被挤掉了受伤了，回国之后还被受询呢那么这件事情怎么看在我看来，它有一个趋势，就是中共正在把所谓的主权冲突内政化，因为他派的是海警，大家可以看到不是军队。军队有没有？有，05大区有3艘在南海在后面压阵，但他不让军人冲到前面，前面全是海警。背景之一呢，是因为海警法刚刚通过。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呢，是菲律宾呢违背了中国跟菲律宾达成的一个君子协定就是关于这艘补给艇，你们呢第一要事先通报，第二呢你不能携带建筑材料。据中方解释说，他说菲律宾一直在偷偷摸摸的携带建筑材料，而且呢也不向中方通报。于是中国的海警就出手了，把菲律宾这次给完全拦下来了就不让你过去。
那么这场冲突的特点，在我看来，跟中印在边境的冲突就很像了。大家都知道，前几年中印边境冲突的时候，双方用狼牙棒互打呀，但就是没有用这个枪支弹药啊，因为中印之间也有一个协定，就是在边境这个冲突的过程中，双方承诺不使用枪弹，于是中方开始用起了狼牙棒。那么菲律宾和中方的这次冲突呢，中方为什么要用海警呢？不用军队呢？在我看来，把这个主权冲突内政化之后啊，实际上是为了避免直接跟美国进行冲突。大家都知道，美国和菲律宾之间不是有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吗？那如果你要上军队上去的话，那就有可能触发这个条约。但是我用海警，海警是什么？这是我的内政问题。中方就认为仁爱礁是中国的，你菲律宾来我就执法，我就检查，我就搜查，不行我就驱离，对吧？那我这是内政问题。那对美国来说，你要想直接进行干预的理由就没那么充分。大家可以看到了，这次中菲在仁爱礁的冲突之后啊，美国也确实没有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嘛。This kind of behavior is provocative, it's reckless, it's unnecessary, and it could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s and miscalcula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much bigger and much more violent. You talk about collisions and water cannons, and you don't think about the damage that can do to the human body, but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it can.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这不仅仅在菲律宾跟中方的南海冲突上，其实在中国跟台湾的问题上啊，台海之间啊，中共也慢慢有这个趋势。大家也看到了啊，上个星期啊，大陆不是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吗？多次参与台独分裂组织分裂活动的，在台独分裂组织中起骨干作用或者积极协助首要分子实施组织领导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分裂国家罪的积极参加，应当依法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实施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造成特别恶劣影响的，应当认定为罪行重大，依法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外啊，与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的，依法从重处罚。分裂国家犯罪法定最高刑呢是死刑，这个犯罪的追究期限呢是20年。如果分裂国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那么依法必须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即使已经过了20年的这个追诉期限，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以后呢，仍然是可以。这个新闻呢，台湾的几大政党都呼应了，说这个大陆啊，这个你管不了台湾，是吧？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治权不覆盖中华民国。但大陆为什么要这么搞？大陆这么搞的目的，在我看来，就是要把主权冲突内政化。主权跟治权实际上在国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治权也就没有主权嘛。大陆认为它的主权覆盖台湾，所以它要宣示主权。宣示主权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说，我要对你进行管辖。所以啊，他现在不是说我现在宣布你台独分子判处死刑，就真的要把你抓起来。他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全世界知道，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内政。你看到了吗？他们现在要搞台独，而台湾呢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你要搞台独，那我就判你死刑嘛。与此同时，现在也有很多海警冲到了这个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第一线。要知道，中国大陆的海警啊，可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支海警部队啊，不是部队啊，海警执法队伍啊。这支执法队伍啊，1000吨以上的这个舰船呢，就100艘，其中有20多艘啊，都是过去的解放军的056的导弹护卫艇，直接在前2年的时候全部退役，就交给了海警。说实在的，中国现在的海警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力啊，比很多国家的海军呢都强大得多。所以前几天好像美国搞了一个兵推，这个兵推呢就是中国的海警封锁台湾的高雄港，然后呢来通过这种方式来用海警来夺岛。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如果用海警夺岛，那你美国你要干预的话，你需要什么理由呢？因为大陆认为这就是内政。你看我有没有用军队？我就是用海警进行执法，我这在我的内政范围内执法。
如果你美方要在这种情况下干预的话，你在国际法上你就很难说得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吗？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的问题啊，对台湾的这个事态啊，实际上不但没有放松，没有怂，相反实际上是步步进逼，而且采取的策略还挺高明的。最后我想讲一讲，我本人呢实际上是不赞成，甚至说反对用武力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啊，或者说解决台海冲突的，解决台海分歧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要是认定大陆怂了，不敢打台湾，不敢用武力的手段去解决台湾问题，那我个人觉得太幼稚了。我一直认为啊，大陆一直在处心积虑的想要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呢，他不会按照美国人的节奏去解决台湾问题。他在这里头啊，他有一个所谓的节奏操之在我的问题。习近平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美方你要想用什么情况下让我按照你的节奏走，那不可能。但是啊，这也就意味着，当中国大陆将来有一天他按照他的节奏想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那这个决心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所以在我看来啊，《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啊，说实在的，他非常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中国政府啊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而有些人呢，看到这篇报道就认为中国大陆怂了，习近平怂了，不敢去打台湾。那我说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For a proxy war, and Chinese will be killing Chinese. We will not fall into that trap. There's absolutely no truth to it. I can't get into Mr. Xi's head and figure out who's giving him his talking points or where it's coming from. It's just not true.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造成特别恶劣影响的，应当认定为罪行重大，依法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分裂国家犯罪，法定最高刑呢是死刑。